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最憋屈的前夫哥冯绍峰莫名做了赵丽颖结婚的工具人，好尴尬！你到底是真心喜欢我，还是就为了谈个恋爱、结个婚才和我在一块儿的？2019年10月播的那档综艺节目《奇遇人生》第2季里，冯绍峰在节目里就他和妻子赵丽颖的婚姻来了个灵魂发问。这是他们向大众公开宣布结婚满2年了，他俩在宣布结婚5个月后就顺顺当当生了个儿子，明摆着他们也是奉子成婚的。在这之前，冯绍峰老跟女神合作，谈的对象像倪妮那样的，给人一种挺花心的感觉。赵丽颖绯闻也挺多，不过她当红85小花的标签特别显眼。金童玉女匆忙的因拍戏有了感情，然后结了婚，这原本该是件喜事，可对这段婚姻的怀疑一直没断过。结果2年半后，他们就随便的把这婚姻给结束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俩的感情经历和婚姻，会觉得这事儿对冯绍峰来讲多少是有些难堪的。他出道都3年了，那会儿才23岁，瞧着还有点儿嫩呢。接下来的几年，冯绍峰跑了几年龙套，像《风云2》《夜深沉》这些剧他都拍过，可都没咋激起大水花。不过这对家境不错的他来说，不耽误他开始有好的异性缘了。冯绍峰是上海人，家里特别有钱，听说他家在国内纺织业那可是巨头，资产的有超过10亿元人民币呢。不过冯绍峰在这事儿上挺低调的，他这身份基本上是后来被那些厉害的网友给挖出来的，他自己也没公开认过。2008年，冯绍峰和到内地发展的初代湾玉女安以轩，在民国剧《芸娘》的剧组里认识了。在这部剧里，他俩演一对苦苦相恋的情侣，接着就有绯闻传出来了。谁也没想到，第2年这2人又合作了，一块儿主演了题材一样的《锁清秋》这部剧。得说一下，那时候还没出名的赵丽颖，在这剧里跑过龙套，演的是冯绍峰演的男主角沈朝宗的大老婆的丫鬟文燕。这弯拐的挺猛，也能看出当年他俩的咖位差别挺大。那时候和冯绍峰传出暧昧的，就只能是演女主角的安以轩了。不过这暧昧没持续多久就完了，原因是冯绍峰在拍穿越剧的时候，认识了个更年轻、更水灵的姑娘，那就是杨幂。他俩在《宫锁心玉》里演绎了一段挺让人感动的爱情故事，貌似冯绍峰还把这股劲儿带到戏外了。特别是在这部戏宣传的时候，冯绍峰老是在他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提到杨幂，讲了不少含糊的话，哪怕电视剧都播完了，他还没消停，竟然直接跟对方讲，要不咱俩谈恋爱的了。确实，《宫锁心玉》的收视率那是一路猛涨，这让杨幂和冯绍峰的身价跟人气都大幅提升。他俩暧昧的消息算是个炒作的点，可到现在都有人觉得当年冯绍峰是真动了感情的。可襄网友意，神女无心啊，杨幂一直都没给过积极回应，就算后来他俩又一块演了电影《画皮2》，也还是那样。那时候杨幂已经有了真命天子刘恺威，她连男朋友都直接带去电影发布会现场了，这让冯绍峰被记者问到这事实直接就不高兴了。但实际上，在《画皮》上映前1个月的时候，冯绍峰就已经跟某女郎倪妮公开宣布谈恋爱了。这时候的赵丽颖已经开始火起来啦，她先是靠着在《新还珠格格》里演晴儿，让观众知道了她，接着又有了古装剧《陆贞传奇》。《新还珠格格》让她跟男演员高子琪好上了，可没多长时间他俩就散了。《陆贞传奇》让她认识了男演员陈晓，随后他俩就传出了不少绯闻，而且这绯闻还持续了挺长时间。另一边的冯绍峰在当年的一次时尚芭莎晚宴上碰到了状况不太好的倪妮，
那时的倪妮由于恩师张艺谋和张伟平之间的纷争，所有资源都没了。2013年，冯绍峰和热恋中的女友倪妮一块儿拍了电影《我想和你好好的》，他俩还老是被拍到一块儿参加各种活动。那时候，倪妮因为衣品不错，被观众给记住了。冯绍峰接着又拍了《后会无期》《西游记之3》《打白骨精》之类的片子，事业进展挺稳当。不过在爱情方面，他碰到了麻烦。他和倪妮的感情连3年都没到，就有了变化。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冯绍峰就把自己社交平台上的1000多条内容给删了，连对倪妮高调示爱的那一条也没放过。2015年，倪妮参加电影《新娘大作战》的新闻发布会，当记者问到两人婚期时，她有些尴尬，直接说道：“这得问他呀。”接着他们就公开说分手了。有知道内情的人讲，他俩分手主要是因为年龄差了10岁，好多生活方式、想法都不一样，对以后的打算也不一样。这段感情结束后，冯绍峰向外讲了自己的爱情看法。他表示：“我这人怕麻烦，就想图个安稳。在爱情里，我盼着能稳稳当当的，然后我也想要点自己的空间。要是相处时间长了没啥新鲜感了，那得琢磨着制造点惊喜，来点激情。”冯绍峰跟倪妮分手后，拍爱情片《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时，和宋茜被传有绯闻。第2年拍电视剧《那片星空那片海》，又跟女主角郭碧婷显得有些暧昧。接着，他碰到了一份心之所向的爱情，那女的事业有成，全靠自己闯荡出一片天地，而且也特别渴望爱情、婚姻，还想要个孩子。不过，这段感情在才2岁多的时候就结束了。也许在拍戏时能再碰上已然成为1线女星的赵丽颖，这算是老天的一种安排。她在《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里和赵丽颖碰上了。和倪妮差不多，甚至出身赶不上倪妮的赵丽颖，那可是从一开始就一路逆袭的厉害女主。不过她和一门心思拼事业的倪妮不太一样，差别在于她比较传统，想做普通女孩在不同阶段该做的事，像是结婚生孩子啥的，她觉得这都在其中。那时候赵丽颖和陈晓一块儿演一部爱情魔幻剧呢，有人拍到他俩探班的时候亲密的手牵手，还热络的聊天。上节目的时候被问起恋情，也是含含糊糊的，既不否定也不肯定。2014年突然爆出跟小笼包女神陈妍希谈恋爱，接着很快就公开了，还办了一场特别梦幻的婚礼。赵丽颖没啥反应，并且靠着演花千骨，在事业这条道上越走越开了。就这1年，赵丽颖凭着小谷这一角色又火了一把。这时候，她和自己的偶像何炅一块儿参加了综艺节目，甚至还当众亲了对方。赵丽颖挺爽快地说，何炅是她心里想结婚的那种人，是个钻石王老五。不过这回赵丽颖算是白搭了，她刚一转身，就有消息说她和海归精英王浩热恋呢。可他马上就给否认了，还说自己找对象的标准是不找圈里人。这话观众都还没来得及好好琢磨呢。赵丽颖在拍《西游记之女儿国》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个黄金单身汉冯绍峰看对眼了。两人后来一块儿演了《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剧。这剧播完的第2年，他们就干脆亮出了结婚证，就算粉丝们各种不乐意，哭喊也没用。有人觉得低调的富二代冯绍峰没必要娶农村出来的赵丽颖，还有人觉着号称花心的冯绍峰咋能配得上收视率女王赵丽颖呢？不过这两人根本不理会那些声音，半年后很快就生了个儿子，叫想想。不过呢，这婚姻老是被人不看好，像杨颖和黄晓明、杨幂和刘恺威那样。结婚第2年，冯绍峰对着镜头向众多观众提出了个灵魂问题，那意思就是赵丽颖究竟爱不爱他？
同时冯绍峰自己讲了他跟老婆的相处方式，他要是心里不痛快了，就会在赵丽颖跟前大哭，可赵丽颖就只是在那儿冷静看着，不会特意去安慰他。这么一看，这段婚姻没让有着强大且独立人格的赵丽颖改变啥。她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把自己的爱情观给讲了出来，别太依赖任何一方的感情的，有本事自己做事，自己拿主意，要能独立琢磨自己的人生。那她结婚后还是特别拼命的干活，生了儿子以后，又弄出了《幸福到万家有匪》之类的作品。2021年4月的某个平常的星期五，赵丽颖突然发了个声明，说自己离婚了。这背后到底咋回事？除了当事人谁也不清楚。不过赵丽颖曾讲过，唯有人凭借自身劳动和世界产生关联，这样才能向外传递温暖，而不能由于自己的欠缺、焦虑，把对方当成工具。或许从这话能看出赵丽颖在这段婚姻结束时的一些感受。面对那情感脆弱、没啥安全感的老公，厉害的她着实不想再这样过下去了。可这3年的感情里，冯绍峰的出现或许只是个意外，不过却无意中让她变得完整了。一段爱情有好有歹，甭管最后剩下啥，都祝愿这2位以后能更美满些吧。